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说一说彗星来的那一夜，人物中的关系复杂，情节曲折，5分钟很难说清楚。建议大家看完电影再来看解说。不废话了，开始。电影一共有8个人，4对情侣，女主角小白和小白的老公，白胡子和短发女，黑胡子和浪荡女，以及房子的主人酒鬼男和眼镜女。广播里说今晚会有彗星经过，小白和白胡子的手机屏幕莫名其妙的碎了。白胡子说他弟弟是物理学家，告诫白胡子如果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就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给他弟弟打电话。但是受彗星影响，所有无线通讯设备都没信号，家里还突然停电了。男主人酒鬼男拿出了3颗荧光棒，打开蓝色的那盒分给了大家。8个人出门一看，各家各户都停电了，只有对面不远处的一个房子还亮着灯。回来以后发现家里的杯子莫名其妙的碎了。黑胡子陪白胡子一起来到对面亮灯的房子，想借用他们的座机电话给白胡子弟弟打电话。剩下6个人继续待在屋里，然后酒鬼男去地下室修好了发电机。白胡子和黑胡子也回来了，白胡子额头受了伤，黑胡子从对面房子拿回了一个小盒子。大家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一个乒乓球拍，还有一个信封，信封里居然装的就是他们8个人的照片，照片背后还有用红色记号笔写下的数字。大家问白胡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白胡子说他们到对面房子发现里面的装饰摆设和他们现在的这个房子一毛一样，甚至还透过窗户看到了大家。大家当然觉得白胡子在扯淡，你不会是喝醉了围着这个房子转了一圈吧？白胡子决定再去一次对面，并且写张字条贴到对面房子的门上，大概意思就是别害怕，我不是坏人，只是想借用一下你们家的电话。然而字条还没写完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小白老公开门一看，门上已经贴了一张字条，居然和白胡子刚写的字条一毛一样。这回大家彻底懵逼了，开始观察盒子里的照片。黑胡子说他照片里的衣服是今天才买的，而背景就是在这个屋子。但是黑胡子并不记得自己拍过这张照片。小白和她老公的照片则是用一张合影剪开的，照片背面写的数字并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居然和小白的笔记一毛一样。之后小白和她的老公以及酒鬼男和浪荡女4个人拿着蓝色荧光棒出门，来到了对面的房子。酒鬼男一看，卧槽，这他妈不就是老子的房子吗？卧槽，里面不就是我老婆和其他人吗？大家吓得赶紧往回跑，然后居然同时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只不过那4个人手里拿的是红色的荧光棒。回来以后，大家推测今晚的怪事肯定和彗星有关，所以一起找关于物理学的书。短发女提醒白胡子，他弟弟的那本关于彗星的书就在他车里。大家通过这本书推测出，由于彗星的出现导致自己的世界和另一个平行世界相通了。对面房子里的8个人就是平行世界的自己，他们是好是坏，会不会对这边发起攻击，谁也说不准。酒鬼男说，既然我叫酒鬼男，万一对面的我喝醉以后发酒疯来这边杀死所有人怎么办？还不如我现在就喝醉酒，先下手为强。眼镜女这会儿正在睡觉，而酒鬼男去对面的时候看到了眼镜女，却没有看到短发女，说明在那个平行世界睡觉的不是眼镜女，而是短发女。对面的短发女也就不会提醒白胡子去找书，对面8人也就不知道这个平行世界的理论。所以酒鬼男提议去对面白胡子的车里把他们那本书偷过来，争取主动权。但是白胡子却反对这个做法，认为大家应该听他弟弟的，待在原地别动。其实是因为白胡子发现了打开的蓝色荧光棒，而自己用的却是红色荧光棒，也就是说他和黑胡子2个人在上次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穿越了，他俩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然要保护对面世界的人。他偷偷和黑胡子商量了一下，哥俩拿着书和装满照片的盒子出了门，打算回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发现白胡子和黑胡子不见了以后，剩下的6个人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对面世界穿越过来的。酒鬼男还是不死心，他偷偷跟小白老公说自己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决定写给对面的酒鬼男一张字条，警告另一个自己不要轻举妄动。然后又一次停电了，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炸裂，大家出门一看，白胡子的车玻璃被打碎了。小白顺便到自己车上戴上了老公给自己买的戒指。拿着蓝色荧光棒的白胡子和黑胡子回到了房子里，大家以为他们才是自己世界的白胡子和黑胡子。为了标记大家现在所在的这间房子，每个人拿出一张照片，用骰子随机撒一个点数，再用蓝色的记号笔写在自己的照片背后。黑胡子现场照了一张，小白则是剪开了她和老公的合影。大家又选择了一件随机物品和照片一起锁进了一个盒子里，放在了大门口。这样只要一看盒子就能确定这里是不是自己的那个世界。其实他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现在不止这里和对面2个平行世界存在，只要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每做出一次选择，就会诞生一个新的平行世界。这么多变量相乘，导致出现了几百万个平行世界，而只要他们有人进出房子一次，就会随机进入到另一个平行世界。其实在他们第一次集体外出的时候就已经穿越了一次。桌子上的碎酒杯证明这根本不是他们原来的世界，甚至在聚会以前就有人已经穿越过。证据就是酒鬼男把浪荡女的职业错记成了瑜伽教练，而浪荡女却不记得酒鬼男演过他最爱看的电视剧。小白检查照片数字的时候也发现，他之前用的是红色笔，现在却变成绿色，背后的数字也和大家的记忆不相符。小白记得他第一次看到盒子的时候里面是乒乓球拍，但是白胡子却说是订书机，眼镜女说是烤箱手套，酒鬼男说是一张纸巾。也就是说现在房间里的人几乎都是来自不同的平行世界。这时候某个平行世界的酒鬼从外面递进来一张警告字条，白胡子发现上面写着他老婆短发女的名字。原来酒鬼男做过的见不得人的事就是曾经睡过短发女。头顶一片绿的白胡子和酒鬼男打了起来，混乱之中另一个平行世界喝醉酒的酒鬼男冲进来打死了房间中的酒鬼男。短发女一激动开始喷鼻血，浪荡女一激动开始发浪，所有人都失控了。小白默默地走出房子，来到一个个平行世界的房子门前，选择了一个8个人都老实待在房子里没有出门的平行世界。他打碎了白胡子的车玻璃，吸引大家出门，然后偷偷弄晕了正在找戒指的这个世界的小白，还把他关进了浴室，自己则取代他留在了这里。第2天好像一切都回归正轨，然而老公却递给小白一个戒指，并且接到了另一个小白的电话。打了个拜。